条献给皇上。不得了！救他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啊！救我！救命啊！ 杀了你个昏君！杀了你个昏君！请皇上恕罪，朕待你们不薄啊！皇恩浩大，恩比天高。救驾的时候，你们都到哪儿去了？禀皇上，先朝旧例，圣上关系，臣子非特得皇上恩宠，不得上关系台。臣等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！先朝旧例，为了这个，连朕的命都可以不要了吗？皇上恕罪啊！皇上，皇上！吾皇万岁万万岁！老爷回来了！哎呦，哎呀，老爷，老爷，你怎么了？啊，老爷，老爷，哎呦呦，老爷这是怎么了？啊，老爷今天救驾，让刺客给吓着了。哎呀，老爷，老爷，小心，老爷，慢点，哎呀，老爷，你慢点啊！老爷，下面跪的人叫什么名字啊？启禀皇上，他叫杨猴子，是山东来的和春班武生。臣正在调查他有无同伙。杨猴子，朕问你，为何要刺杀朕啊？俺的家乡闹水灾，全家人都饿死了，可朝廷无1厘米来赈济。见京城内灰烬如土，因此心中不平。跟皇上说话，如此放肆！说下去，你家住哪里？何时闹的水灾？朝廷的赈济之粮又发在何处？你家人是如何饿死的？俺原籍山东章丘，爹娘以耕地为生。因黄河泛滥成灾，俺爹俺娘全都让水给淹死了。俺们乡里人盼着朝廷给赈济的粮食，可是1厘米都没有等到啊！没办法，俺们乡里的人都是以人肉为食啊。俺妹妹才7岁，就被人杀了偷吃了，剩下的骨头被人剁碎了当米肉来卖呀！乡亲们都说，就是当今皇上不发赈济之粮造成的。胡说，一派胡言！章丘水灾，朕怎么不知道？今日为家人报仇，早就豁出命去，哪怕皇上杀了我，我也没有一句假话。大胆狂徒！家有家规，国有国法，朝廷要赈济哪儿，还用得着问你吗？朕要跟他说话，用得着你插嘴吗？皇上跟小民说话，原来是有这个规矩的。小民胡说八道，惹皇上生气，所以臣提前呵斥他，解解皇上的气。杨猴子，你倒跟朕说说，山东百姓是如何说朕的？说皇上你是个白痴宝。山东百姓怎么那么没良心啊？山东闹水灾，你报上来啊！朝廷给他发赈济呀！地方官摊是地方官的责任，骂朕干什么呀？
我一路卖艺，过直隶走天津，所到之处老百姓都是这么说的，我没有编造。不信，皇上可以派人打听去。就没有一个人说朕好的？皇上圣明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杨猴子，朕问你话呢。他们还说，皇上是个衣裳架子，除了穿龙袍什么都不会干。他想干，那些大臣们不让他干。找死！带下去，带下去。走走，我说的句句都是。走，等等，先不要杀他，留着狂徒，朕要让他死得口服心服。那秦，章丘水患一事，你可曾查实啊？回皇上话，9月章丘水患，乃黄河改道，黄河改道乃淤泥堵塞，是天灾。朕问你，身为当朝宰相，9月的水患，你隔了半年还没把折子递上来，眼看4月汛期又到，耽误了国计民生，你该当何罪啊？9月递上的文书，户部必要下去视察一番，所报为实，才敢上奏。9月的文书，10月、11月视察，12月重画黄河改道图，1月又招土木工匠筹划建堤，2月移交户部研究赈济灾民的事情，并不算晚。老臣兢兢业业，按照前朝旧例办事，不敢马虎。黄河改道是大事，为何过了半年朕都不知道？灾民们流离失所，流窜到京城，这才有今天刺皇杀驾一事。你们办事如此拖拉，岂不误国误民啊？户部尚书桂荣，奴才在。先把赈济银两发下去。依照前朝旧例，灾民们非饿死不可。回皇上话，治水赈灾向来是工部在前，户部随后。臣没有接到工部的灾情文书，不知所需几何，怎能开仓放粮？此乃国体。你还敢抗旨？皇上，国有国体，请皇上三思。你倒要挟起朕来了啊！罢了你的官又怎么样？那大人言之有理，请皇上三思。哎呦，刘大人，请。请。哎呦，王大人，请。请。哟，西大人，请。李大人，请。哎呦，冯大人，请。这次刺皇杀驾，可真是把皇上给惹毛了。哎呀，这几天皇上的脸色多不好看啊！尤其是对咱们这些前朝的旧臣，那更是鸡蛋里挑骨头啊！可不是吗？你说这……所以说，再这样下去，咱们是个个前程不保啊！所以啊，我希望诸位大人，咱们捐弃前嫌，共谋一条出路才是。说得好，还是听听福大人的意思。福大人这次救驾的功劳可是大得很呐，没准皇上就要重用他了。大家伙儿可不能像平时那样对人家了。福大人出来了！福大人，坐，福大人坐。哎呀，坐，福大人坐，身体有恙啊！福大人此次救驾真是功不可没呀！是。功劳救我玩我吃了，马上就见效了。福大人，我们来找您是因为皇上这几日对我们这些前朝旧臣很嫌弃啊。我们只是想托您表忠心，给皇上捎句话。好说，兄弟，我的前程全都指望你了。全白说了，耳朵聋了。不是，福大人，大伙儿是想跟您商量个法子。
您福大人救驾有功，皇上日后必会重用您呐。至于我们过去的种种不是之处，福大人您大人大量，是不会计较的。我们担心的是我们个个的前程不保啊。钱，我哪有钱呐？福大人，您这是我睡觉去。福大人，知道，晚上吃饭我去。官运到头了，没想到还是个痨病鬼。走。哎呀，诸位大人，久等了啊！那大人，坐。好。那大人朝中大臣们都到福康府去了。哦，福康府。这次福康救驾有功，日后必得皇上重用。许多大臣先行一步，也好早做打算呢。这群墙头草。自从刘统勋参了福大人一本之后，福大人变卖家产，朝中上上下下哪个没收过他的好处啊？赞誉之声一片呐。那大人，您可要谨慎行事啊！难道我还怕了福康不成？当今皇上都是我辅佐上去的，我服侍过2朝皇帝，至今我手里还有孝恭仁皇太后的手令。福康，他能把我怎么样？那大人还是谨慎一点的好，防范于未然嘛。那大人，今晚朝中文武百官请福康吃饭，给他压惊，请那大人到场。站住！你干什么去？父亲大人，孩儿约了几个朋友一块到西山去打猎。又去打猎，不好好的读书。瞧你这样子，明年怎么去参加科举考试啊？成天这提笼架鸟的，你可真成了纨绔子弟了。孩儿是因为读书累，所以才想出去透透气。父亲大人，如果您要是心里烦闷的话，不如跟孩儿一块儿去。去吧。哎，记着早点回来啊！回来晚了，城门就关了。知道了。那大人勿忘今晚之约，下官告辞了。下官告辞。告辞。好。列宗，皇阿玛，孩儿今日要重振朝纲。皇阿玛升天之前，曾经留给孩儿2个人，一个是纳亲，一个是山东刘统勋。皇阿玛说，纳亲做事任劳任怨，刘统勋为人刚正不阿，是留给孩儿的栋梁之臣。现如今，纳亲骄横跋扈已经到了极点，如此下去，朝纲必乱。为了大清的江山，孩儿决意将他剪除。请皇阿玛恕孩儿不孝。老爷，皇上已经回宫了。老爷，宫门已经关了。
随我进宫面圣。福大人。福大人，请。奴才福康叩见吾皇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起来吧，哭什么呀？奴才日日盼着见皇上，今日一见，竟情不自禁起来。赐座。奴才不敢，奴才有罪在身，是前朝的罪臣。老皇爷说过，是永不叙用。前朝的旧例也该改改了。叫你做你就做吧。皇上英明睿智，谢皇上。朕召你来，知道是为什么吗？朝中有些大臣口口声声前朝旧例，朝纲不正，世风日下。奴才早就盼着能替皇上清除这些人了，今日便能成功。今日如何能成功？奴才今日出门，家中已空无一物，不成，则以奴才叛乱处罪。皇上，奴才能为皇上尽忠而死，实在是件幸事啊！此事若成，朕做100年的皇帝，你做100年的大臣。诸位，今日立功报效的机会到了，务必听我号令，走。落轿。那大人，进府吧。哎，那大人，干点正事吧。你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！我要到后院去看我的家眷，你为什么拦着？那大人，您是明白事理的人，我们哥几个跟着您，早完事早交差。后院的娘们儿您就甭见了，反正在那边也见得着。你，我要给皇上写奏折，我要给太后写奏折。那大人，您今天晚上只能给阎王爷写折子了。好。那大人，您可千万别告我们兄弟啊！我们是奉命行事。你，请吧您呐。小人服侍您上路，您看，您是自个儿来呢，还是让小人帮帮您啊？这个嘛，您会用。您要是用这个呢，小人就轻省多了，我只要帮您抽下凳子就行了。至于用这个嘛，就有点麻烦了，我要先把黄表纸喷湿，然后一层一层的糊在您脸上，直到断气为止，这叫跳加冠。你替我捎句话给皇上，就说纳亲已经知道自己做错了事儿，求他能放过我的家眷。这话嘛，前半句我给您捎到，至于要替您的家眷求情，小人没那么大面子。福大人，福大人，那大人在家悬梁自尽了。这悬梁自尽了？这样。
诸位大人，那卿密谋刺皇杀驾，已在家中畏罪自杀。诸位大人都是明证，若无众位之助，焉能立此大功？来啊，在。现在快马去那府，斩草除根，杀个鸡犬不留。是。福大人说的极是啊。那中堂密谋刺皇杀驾，在家中畏罪自杀，我等都是明证啊。是福大人，您这份功劳可是大得很呐，日后可要多多关照弟兄们才是啊。功劳嘛，自然人人有份。诸位大人，来，齐饮一杯。谢福大人啊！来，吁。快马到山东，告诉福海见字如面，让他派5000精兵到章丘、诸城一带剿匪。这次行刺皇上的就是山东灾民，叫他有则剿之，无则防范。剿匪，老爷，那可是兵部的事儿啊！您这样办是当兵部，那匪早就闹起来了。告诉福海，有皇上口谕，让他便衣行事。回来。老爷，还有什么事儿啊？山东诸城有个刘统勋，那是前朝的旧臣，要没有他，老爷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可得好好的感谢他。是不是当年参老爷的那个刘统勋呢？老爷的意思是不是把他给……不可。告诉福海，不要去招这个老家伙，可也不能怕这个老家伙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撤！姑啊，你快看啊！闪开！撤！奉朝廷法令，剿灭诸城流寇，你们在家接受盘查，如有违令者，斩！将军，吃百姓之饭，穿百姓之衣，莫道百姓可欺，自己也是百姓。得一官不容，失一官不辱。休说一官无用，地方全靠一官。呀呵，这包迷糊还挺能装啊！啊，来啊，把你们县令包迷糊给我叫出来！这，你们俩都出去，出去！
本将军这次奉朝廷之命来诸城剿灭流寇，必须仔细盘查，才不负皇恩呐！啊，副将军，这个流寇，咱们这一路上可是没有碰到啊。这大军进城，是不是有点儿？有点什么？此处官吏报山东有流寇，皇上才派咱们来的。皇上说有就是有，想必是咱们大兵一致，那些流寇都躲到老百姓家里去了。必须仔细盘查，一个也不许漏网，勇往才值钱，不勇往他就不值钱了啊！明白吗？副将军在哪里呀？哎呦，副将军呐！哎，副将军远道而来，有失远迎，恕罪。坐吧。哎，好。哎，副将军，我说这个包大人，这次本将军带兵来平叛，你身为县令，应该多多配合才是啊。是，不过，这都是普通老百姓，哪来的什么流寇？没有。章丘的灾民跑到京城行刺皇上，你们诸城和章丘靠得这么近，想必一定有流寇来往。你一个小小的县令，还想蒙蔽朝廷不成？不敢。不过章丘闹了水灾，出了刺客，你们跑到诸城来，凭的哪门子什么叛呢？恕我直言了。诸城误负民风，流寇一定要来骚扰，本将军是带兵保护来的。本县反正没发现流寇，还是请将军到别处去查查看。我这次下来是受命于皇上的，大家就不必较真儿了。此地有流寇，对包大人也不利呀。这个皇上操心国事，还等着回信儿呢。今儿咱们平叛成功，你身为县令，却有相助之功啊。不敢。其实下官我什么都没干。马上你就得去干了。一个是筹备银两犒赏三军，再一个是找一些深受流寇之苦的老百姓，写点万民表，送个万民帖上来，让皇上看了也高兴，知道咱们做官的时刻替老百姓着想，不是？哎呀，其实啊，犒赏三军也得从民间想办法来筹集银两。再说了，这点银子都在将军您自个儿的手里了，干脆您就一起给代劳了吧。混账！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？接着说，我倒要听听你这糊涂官的主意。这个万民帖和万民表其实也不难，只是让将军您这么一折腾，我这个小小的诸城再也凑不足1万之数了。要不我就近到济南府借点如何？来人，把他拖下去，把他的官印缴了。慢着，咱们再商量商量。这个如果济南府太远，咱们就近东平解决如何？我太慢点闪开！哎呦，这是啊！快点，走，走你，走啊！让开！跟着，快点，走，走你！为何家中藏有兵器？明明是蓄意谋反，还敢顶嘴！大人，小人只不过是铁匠，平时也替官府打造兵器，那只不过是样品。还敢顶嘴，打20军棍！包大人，你得听我说句话呀！包大人，你得帮我说句话呀！包大人。带白秀英。奴家白秀英见过公爷。我以为偌大的诸城没一个懂事的人呢。小娘子芳龄啊？奴家23了。哦，你可曾与流寇有关系？从实招来。哟，小女子一见血就晕，深居简出，实在是不知情啊。昨晚公爷们舞刀弄枪的把我抓来，真是吓傻我了。赏你3000银子押金。
回家去吧。多谢大爷。什么时候来的兵啊？啊？什么地方有流寇啊？你们光天化日之下就敢抢劫民财，你心里头还有王法吗你？我当是谁在喧闹军营呢？原来是刘大人。看座。不用。姓傅的，今天我把话跟你说清楚了。带兵滋扰地方，犯的是大清律的死罪。我这次来是奉了朝廷的命令，来诸城平叛的。本将军带了5000将士，风餐露宿，千里迢迢，年都没来得及过，怎么在刘大人嘴里就成了骚扰地方了呢？我问你，诸城何时有叛乱啊？是哪位官员往上报的？又是兵部哪位大人给你下的军令？刘大人德高望重，还是在家里修身养性的好。何况你隐退乡中，地方上的事就不要过问了。你这个小混蛋，敢这么干？好，我要向朝廷写状子，告你目无王法之罪。刘大人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，说出来让我5000将士寒心呢。皇上亲口令我来平叛，难道还有错不成？你一介平民，还是不要妨碍军事为好。哼，诸城百姓一夜之间妻离子散，百姓财产被你抢劫一空，你凭的是什么判啊？要说诸城有流寇的话，我看不是别人，就是你。刘大人，你既已是退隐之人了，就不要过问军事好不好？有人说大量流寇逃到你们家躲起来，我照顾你是前朝重臣，约束兵士，你可不要妄自尊大呀！对，刘大人，大家不要着急了，刘大人去了，一定会给大家讨个公道回来。我下来！我下来！我下来！放下我！下来！老爷，闪开闪开！你们真是目无王法！老爷，老爷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老爷，你们老爷，这是怎么了？你们要干什么？都办妥了，您放心吧，这家里能吃的东西啊，都给他抄走了。用兵围了他的府，饿他3天，看这老东西还狂不狂？这，来呀，把刘府给我围起来，都快点，快点！傅大人，哎呀，傅大人，哎，诸位大人请安。傅大人请安。哎呀，傅大人，好，给傅大人请安。哎，给大王爷请安，给2王爷请安，给3王爷请安。你小子把我们大伙儿都骗了，你倒是升官，可断送了1个钟头。皇上的英明决断呀，奴才只不过是皇上的一条狗，又有什么骗不骗的？大王爷，此言不妥呀！皇上圣明，傅大人英明啊！是，这摊子谁能收拾谁来吧。傅大人，下午你到我府上来一下，咱们把差事移交一交。是，2王爷辛苦。上朝！请。傅大人，您请。您请，王爷请，王爷您请。后见吾皇万岁，万岁！平身，谢万岁。宣前朝旧臣福康觐见。
奴才福康叩见吾皇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吧。谢万岁！纳亲包藏祸心，是刺客首领。昨晚已畏罪自杀。朕念他多年辅佐朝政有功，鞭尸的罪过就免了，还他全尸。株连九族、满门抄斩的罪过也免了。如此处置，众爱卿以为如何呀？皇上恩德厚重。福康，奴才在。福康官复原职，为文华殿大学士、军机大臣。臣福康谢主隆恩。平身。谢万岁。朕这2天才知道，大清的吏治是一天烂过一天。工部尚书哈文虎，工部侍郎陈粲，奴才在。你们口口声声前朝旧吏，实则营私舞弊、扣押奏本，使民情不能上达，这才有了赐驾一事。着吏部免去所有官职，永不叙用。谢主隆恩。诸臣当以此为鉴。朕不辞辛苦，就是为了继承先帝遗志，再现我朝盛世。皇上圣明。二王爷，臣在。八旗的事儿你就不用多管了，安心在上书房行走，把那些事儿交给福康就行了。你们尽快的商量一下。这山东虽然有刁民刺客，可那些受灾之人也是朕的子民。好好的商量一下，拿出个主意来，尽快的发下去，也好让朕安心。皇上圣明。朕想起山东水灾一事，心里就很难过。过去纳亲包藏祸心，使山东水灾的事情不能及时上报，导致民怨沸腾，这才有刺客来京刺皇杀驾的事。朕不为自己，就是为了国家，这赈灾的事情也一刻都不能耽误了。户部尚书桂荣，臣在。传朕旨意，拨银100万两，粮9万担，派大员沿运河一路护送，赈灾修堤。所有被水冲垮房屋的、家人离散的、土地损毁的，报上来，朝廷都予以补济。明年开春，免去山东的钱粮赋税，与民休息。众爱卿以为如何呀？回皇上话，国库中的银两一直亏损甚多，公粮公款皆被挪用，现在银库中所存不及朝廷1年的花费，实在拿不出银两赈济。难道朕竟然是个穷皇帝？库中还有一批古玩字画，价值连城，可以卖掉。其余的，臣就想不出来了。卖掉，岂不丢了皇家的面子？皇上要银子没有，实在要用，那也就顾不得什么脸面不脸面了。闭嘴！来日再议吧。退朝！吾皇万岁！万万岁！行，二福子，在。桂荣送来的账本就这么些了吗？哦，都在这儿呢。桂大人说，去年6省收上来的银两都不够，一层一层送上来的，地方官全都给扒光了，还要修堤筑坝，还要养兵，还要给当官的发俸禄，是个地方都伸手要钱。行了，你别再啰嗦了。朕的意思是，怎么收上来的银两都比先皇那朝的要少啊？这可不是前朝旧例吧？哼，
朕非得狠狠地办他几个糊涂官才行。皇上，您忘了，头2年您登基的时候，减免全国3成的银粮，您要是一冒失，可就让他们逮住话瓣了。是啊，是不像话，朕不能做这么糊涂的事。可这么一来，朕不是成了一个穷皇帝了吗？皇上，福大人求见。让他进来吧。这。福大人请。奴才福康叩见皇上。起来说话吧。谢皇上。桂荣送上的账，朕是越看越着急。你现在监管内务府了，账上有多少钱？回禀皇上，内务府账上确实有钱，可是那是皇上个人的用度，不得挪用赈灾。皇上赏人要用钱，皇太后逢年过节送礼又要用钱，六宫嫔妃胭脂花粉每年用的钱也不少。将来哪位妃子得了宠，求皇上您给打件金银首饰，皇上您要是一时拿不出钱来，那也显得有点那什么。你倒是替朕着想啊！哎，这山东赈灾的事情啊，朕是最着急了。可朝廷又没钱，这事要是不了了之啊，还不让官员们笑话死啊！当务之急是如何解决章丘的赈灾银两。奴才已经替皇上想好了解决之道，请皇上放心。奴才想，皇上是个圣君，已经减免了全国的钱粮，现在是百姓富，朝廷穷，还是得想办法把银子从民间给收上来，这叫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。你别掖一本藏一本的，痛快点说。奴才这话一出口，恐怕满朝上下又得有没完没了的本揍奴才。你别怕，有朕在啊，别怕。自从大清定鼎中原以来，朝廷就有一项法规，允许民间向朝廷捐银子买个官做，这笔钱可不少啊。那是卖缺，朕也想过，可现在候补的队伍都排到20年以后了，有谁会傻到掏钱买一个20年以后都未必当得上的官啊？皇上说到看节上了，山东可以特例卖实缺，只要交上银子，马上就有官做，不怕百姓不出钱。多少人读4书5经读白了头，还没争得一个功名，现在只要把银子一交，就能祖祖辈辈受皇上的恩德了。可现在哪有那么多现成的官给他们做呀？这不就得看皇上您吗？您瞧着谁不顺眼，立马就把他撸了，换上自己的人。到那时候，谁还敢不诚心办事儿？民间的这些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。对，有些官朕早看着不顺眼了。就这山东，每年拿着朝廷大把的银子去修缮大堤，这大水来了一冲，又伸手跟朝廷要银子。肯定是让这帮王八蛋给吞了。与其由着他们花，不如朕自己花。这件事情先不要在朝廷上商量，你下去拟个旨，800里快递，让山东抓紧时间办。皇上圣明。这几日查哨军机处，竟查出了一些被那帮混蛋扣押的奏折。朕看了几本山东刘统勋的折子，一个归隐的老臣竟时时挂念国事，真让朕感慨万千呐。现在啊，真心替朕办事的官是越来越少了。朕每日废寝忘食，老百姓又不知道，还以为朕是个昏君。朕决定择日亲赴山东查看章丘灾情。皇上圣明。自从纳亲死了以后，朝中风气为之一新，老百姓都在背后夸圣上好啊。那边看看。
我们先在这儿坐坐。哟，三位爷来了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您坐。三位爷，来点什么呀？受累来壶茶。好嘞。高沫来喽！有劳有劳了，我们自个儿来吧。您老三位慢慢喝着，有事啊言语一声，小的好过来伺候。哎，小二，哎，我有几句话要问问你。哎，可小心回话啊！我们这位老爷可不是好惹的，回好了你就甭端茶壶了，回乡治2亩地，让你儿媳妇儿给你端尿壶去。嘿，那感情好。客官您说，想问点什么？我们几个去山西经商好几年了，这2天刚回来，听说京城出了大事，也不敢打听是什么大事，你知道吗？知道，皇上砍了一贼，纳亲纳中堂。民不可欺呀，民不可欺呀。那后来呢？后来又上了一个贼当中堂，朝廷就那么点事儿呗，不挡着咱老百姓喘气儿，操那份闲心啊，多余。什么叫上了一个贼呀？啊，都是鱼肉百姓，除了会蒙皇上，不会别的。您说这不是贼是什么呀？你怎么知道他们是蒙皇上？哎，远了不说，我就是顺义人，顺义闹蝗灾，皇上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他知道什么呀？他，哼，哪地儿驴长了8只耳朵，大臣就跟他说这是吉庆事儿。这算什么吉庆事儿啊？那驴要长了8只耳朵，它还叫驴吗？那是天降妖孽！胡说八道！那老百姓岂不骂皇上无能啊？皇上就是年30吃饺子就点心，有他过年，没他也过年。皇上登基以后缩减了前朝的赋税，老百姓不心存感激吗？那是国库没地儿装了，先让老百姓存着点，等来年盖俩新仓库，还得接着来。那皇上登基以后，免了汉人选秀女的制度，老百姓不用害怕自己的女儿被选进宫去了，这不是件好事吗？还好事呢，嘿，那是皇上身体不灵了。听说皇上待人仁慈，敬天法祖，为了国事能够通宵达旦，废寝忘食，这老百姓也不说。他们自个儿家的事儿，当然得废寝忘食了。换了我当皇上，嘿，我比他还废寝忘食呢。打赏是。哎，我真服了你了，一句顺溜话都不会说。你怎么跟朕说来着？不是，我也听人家谣传呢。叩见吾皇万岁万岁！众爱卿平身吧。谢万岁。有本上奏。启奏皇上，皇上大喜，昨儿个钦天监上报，本年9月28日天上有奇景，日月合璧，五星连珠，日月同处天穹，金木水火土串成一串串，此乃千年未见之奇景，实乃我朝圣主家业，感天动地，苍天昭示，吾皇万岁万万岁！哎呀，这是口罩，是啊，皇上，自我皇登基主政以来，祥瑞频出，奴才得报，今有河北申州迈出双岁，是上天佑我呀！五星连珠是苍天示祭于天，迈出双岁是显形于地，天地同章，真是可喜可贺呀！行了，朕听说顺义闹蝗灾，怎么没人上报啊？回皇上话，绝无此事。哎呦，这是啊，这啊，蝗虫，踩死他！飞那边去了！哎呦，那儿，在那儿，何来此物？哎呦，皇上！皇上息怒！
你们每天都给朕传喜信、唱赞歌啊！啊！一会儿告诉朕说山北有个驴子长出了犄角，变成麒麟了；一会儿又告诉朕说黄河里捉到条鲤鱼有50多斤了；再不就是什么地方采出个灵芝有20多斤了。每天就只会说这些呀！啊！为什么没有人说说，今年黄河水患有多少难民至今还流离失所、无家可归啊？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朕，京城和地方何人贪赃枉法、鱼肉百姓啊？如今好了，这蝗虫都闹到宫里了。如此下去，是不是想让大清国败在朕的手里啊？让朕做一个昏君暗主，留一个千古骂名啊！皇上恕罪，恕罪，起来吧！谢皇上。大王爷，你是主管桑田农务的，黄患一事为何不报？回皇上的话，听说顺义一带是来了蝗虫，不过情况不严重，是路过的，不是常住的。长了蝗虫不据实上报，还有过路的，还常住的。据臣所知，今年的蝗虫跟往年的大不相同，有何不同啊？今年的蝗虫神了，不知怎么着，只吃青草，不吃庄稼，所以虽然说是蝗虫比往年多了一点儿，对庄稼却是百无一害。胡说八道！蝗虫不吃庄稼，难道说今年的老虎它也不吃人了？皇上息怒，到底蝗虫吃不吃庄稼？微臣亲自下去查一查便知。你回来是不是也要告诉朕，蝗虫不吃庄稼呀？皇上，奴才宁可让蝗虫吃了奴才，也不让蝗虫吃庄稼。快吐出来！蝗虫有毒！不，皇上，奴才不怕毒，奴才愿为皇上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更不敢蒙骗皇上，贻误国事。福爱卿，精神可嘉呀！你们都要好好的向福爱卿学习。啊，自古有征臣才会有明主，那些昏君都是由逢迎拍马的奸臣造出来的。从今往后，每日早朝不许你们再胡说八道。什么天降祥云啊，日月合璧啊，朕都不要再听了。你们每个人必须就天下灾祸、民情民怨、官场弊端，还有朕的过失，各奏一本。3日无本者，降职。皇上，不可呀！为何不可啊？皇上，您不要忧心，哪一朝哪一代没有灾呢？皇上您统管天下百姓，可是您管不了老天爷呀。这老天爷要下雨下冰雹，这可不是皇上您的罪过。老百姓受苦那是应该的，谁让他们是在地里刨食吃的呢？住口！朕不要听了。照你这么说，本朝已是百世昌盛，一片光明，无懈可击了。皇上，纵有些小小的问题，即便是尧舜禹周公的年代，也在所难免，总归是瑕不掩瑜吧。先皇在位13年，创造旷世未有之业绩，身边尚有刘统军每日3本，难道说今日天下已经比得上先皇的赫赫盛世了？有旨，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忠永王、怡亲王不思本务，贪图安逸，上不能辅政朝纲，下不能体察民情，京城蝗灾迟迟不报，居功自傲，官不得体，各降一级，钦此。臣接旨，谢主隆恩。朕3日后亲往山东，视察水利，各部除长留官员之外，一律随朕前去。退朝吧。
退朝。吾皇万岁！万万岁！福大人今日吃蝗虫，堪追当年的唐太宗啊！这话可不能乱说呀，我那是替皇上吃的。皇上圣明，福大人英明啊！啊，是吧？诸位大人都听清了吗？二弟三弟，你们说这叫什么事儿？先拿自个儿家人开刀了。行了，大哥，什么都别说了。鲤鱼跳龙门，这小子现在正是旺的时候，这你们还没看清楚吗？皇上的圣旨是昨天就写好了的。呸，什么东西啊！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福海将军给您送了一封急信，小的怕耽搁了，给您送来了。这个小畜生不知好歹，马上给福海回封信，快马送到。第一，不许他风流府，上门好好给人赔礼道歉。第二，把抢百姓的东西全都加倍的给人还回去。老爷，我记下了。还有啊，找几个军士假扮成章丘当地的灾民，去挖河堤。挖河堤？老爷，那是要砍头的呀！山东2年之内发了3次水。朝廷每年都拨给他们修堤的银两哪儿去了？这必定是山东的官员侵吞了。河堤一挖，百姓肯定闹事，百姓把事情闹起来，评判的事情就师出有名了。让刘统勋跟他们较劲去吧。哎，还有啊，给山东巡抚陈同道修一封书信，攀攀交情啊。老爷，跟陈同道攀交情，他不过是个山东巡抚啊。这嫁祸江东之计，你忘了？哦，老爷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账查的怎么样了？将军此行，共带纹银5000两，旅途耗损是10两，这个赔偿百姓损失4500两。想不到我大军千里迢迢来剿匪，没有便宜行事，反倒劳了我的军，伤了我的财。走，去刘府。哎呦，大人，我们这儿没什么呀。是啊，哎呦喂！哎，这怎么回事？你们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刘大人，都是我年少无知，请您多多恕罪啊！你为了我的府，抢了我的东西，论私，我不跟你论了。我现在问你个公事：山东哪来的土匪？诸城哪来的劫匪？要你们到这儿来清剿？刘大人，都是我的部下把军情给搞错了啊！军情搞错了，那滋扰乡民，这个罪过你担当得起吗？啊！报！将军，吴家店有人挖地。刘大人，灾民正在吴家店挖地，下官还有公务在身，先告辞了。挖地？大水都把地冲成这样了，修还来不及呢，还挖什么地呀？刘大人若是不信，可以去堤边看看。公务在身，就此告辞。老爷啊，怎么了？等等，张少、刘武，赶快随我上地。走。老爷。哎，停下！别挖了！你们还嫌山东的水不够大呀？你们这边停下来吧！停下来！别挖了！停下来！你们再这么挖下去，明年诸城肯定要闹水灾了！哎，停下来！你是谁呀？是啊，我们家老爷就是诸城的刘大人。刘大人，这河堤明年一发水是非他不可呀！他们修完就走了，我们住在河两边的人可往哪里逃啊？那你们挖他干什么嘛？大人啊，我们武家店千百口人的命啊，全绑在这大堤上了。
可是大人，您知不知道？您知道他们用什么修地吗？麦秸草啊！哎呀，您看，我们就是要挖出来，让您看一看。怎么能停得住水啊？再往下挖。这再往下挖还是麦秸草啊！我用麦秸草筑大堤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。老爷，您别着急。告诉皇上，我要告诉皇上去。您别着急。干什么？谁叫挖的？我叫挖的。你叫挖的？你是谁啊？你说我是谁呀？我管你是谁啊！你就是前朝的宰相，我也不怕。这是我们老爷的地盘。大爷，前面还有好几个洞呢。嘿，好啊好啊！你们居然敢在这河道上聚众闹事，挖土掘洞，毁坏河堤！来人呐，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！你们住手！住手！大人，是我叫挖的，是我叫挖的！你们要抓我好，是我叫挖的！周大人，周大人！啊，夫人，老爷呢？在里边呢。哦，老爷，在河堤聚众闹事的人已经都给抓起来了。知道了。哎，你还有什么事儿啊？领着他们挖河堤的老头身上有官气，小的们没敢动他。一问来挖堤的百姓，说是前朝的宰相刘统勋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刘统勋带着武家店的人把河堤挖开了，还拿走了麦秸，说是要面呈皇上。刘统勋，他这是要闹事儿啊！你下去吧。哎，去拿上3000两银票，我要去趟济南府。3000两？你疯了！前朝有个老不死的挖了河堤，怕是要出事儿啊！山东上上下下的官员，哪个没得过你的好处啊？还要往外拿？你懂个屁呀！救急如救火，我得走在刘统勋的前面。快去呀！黄河沿道的几个抚州县，没几个好官，10年倒有9年灾，都是这帮家伙搞出来的。老爷，能听我说几句吗？你说。这官场上的事儿，老爷就别管了。自古贪官就比清官多，老爷就算是赤胆忠心、浑身是胆也不行了。毕竟赋闲在家，只求自身的安危就可以了，以后的事情自有以后的人来做。我是怕老爷口舌惹祸，事情办不成，反而招来灭顶之灾。老爷，我说的对不对？你自己琢磨着办吧。这些人拿了朝廷100万两银子修堤，你看看，就拿这个来修，简直是可杀不可留。不行，明天我就要到济南府找他们算账。